大家是怎么看现在的台海局势的？还是狼来了的口水战吗？如果你还这么想，那你真的太小看台湾中科院这帮专家了。这两天，相信大家也都看到了，原本只有外卖员和野猫的新北街头，深夜竟然出现了硬刚弹道飞弹的巨型大杀器。与此同时，苏花改山路上也传出了几十吨钢铁猛兽的咆哮声。刚开始我还以为要打仗，上网一看，原来是全台湾在同步进行立即备战操演。据悉，这一场是实兵实装实做的力量展示演习。那么问题来了，在该操演中到底藏着多少让对手头皮发麻的武器和战术？尤其是那个号称极音速杀手的天宫3型飞弹，他凭什么敢在闹区大摇大摆的展示？别急，咱们先从新北街头那个深夜的惊魂瞬间开始聊起。新北的朋友们，前两天晚上你们在路边等红绿灯的时候，有没有被路过的巨型车辆吓一跳？巨大的4连装垂直发射架，充满肃杀气息的低可视度迷彩，就这么平淡无奇的出现在你家楼下。很多路人可能以为这只是普通的防空飞弹在移防，但我告诉你，这是我们台湾的骄傲天宫3型。在我看来，天宫3的出现是我们台湾防空网从被动挨打到敢硬碰硬的底气。我知道评论区肯定有人不服，说东风飞弹那么猛，这种自研货色拦得住吗？那我们就拿数据说话。中科院公布的资料显示，天宫3型的最大飞行速度已经飙到了惊人的极音速7马赫，换算下来时速接近8500公里，意味着它1秒钟就能飞过2.3公里。这是什么概念？从新北发射到拦截目标，可能也就是你刚准备踩一脚刹车的时间。至于中科院为什么要疯了一样追求这个速度，那是因为天宫3从设计的初衷开始，假想敌就不是一般的战斗机，而是对岸号称洗地神器的东风系列短程弹道飞弹。从技术上讲，东风 15B 或东风16在末端进入大气层后，虽然会因为空气摩擦和制导需求稍微减速，但依然维持在5到6马赫，而天宫3就是要用7马赫的速度迎头撞击，进行纯粹的物理碾压，以快制快。在数万公尺的高空，两支时速合计超过1万公里的飞弹迎头对撞，那画面绝对比任何电影都要震撼。这次空军防空暨飞弹指挥部把宫3系统拉到新北街头，我想是在试验战场机动与阵地变换能力。说白了，就是要把飞弹变成都市幽灵，让你永远猜不到我在哪儿开火。要让武器系统做到前一秒还在水泥丛林里隐蔽，下一秒雷达车、发射架、战术中心车迅速展开实施打击。而天宫系统配备的机动型3维相列雷达，侦测距离超过400公里，且能同时击战9个目标，管你是巡夜飞弹、逆踪战机还是自杀无人机，在宫3的眼皮底下通通都将被打爆。而且大家别忘了，中科院还在搞强攻专案，拦截高度直接拉到70公里，那是奔着台版萨德去的。这种火控中枢加机动发射的组合，让台湾的防空网具备了极高的生存率和反击效率。说句接地气的，这就是你以为我在玩阵地战，其实我在跟你玩机动游击防空。不过话说回来，空中的盾牌在后，如果地面被攻破了也是白搭。所以接下来就不得不提及台军现役的 M60A3 主战坦克了。几十吨重的 M60A3 竟然全副武装开上了那条惊险万分的苏花公路。如果说天宫3是守护天空的长剑，那么 M60A3 就是台湾捍卫滩头的钢铁战神。这次立即备战操演，最让我感到热血沸腾的镜头就是花防部的战车营连夜开上了苏花改。大家应该都知道吧，苏花公路和苏花改的地形到处都是悬崖峭壁、漫长的隧道以及老旧的桥梁，被许多观光客开车戏称为魔鬼路段。几十年来，台军从来没有正式演练过这种大规模全路段的战车跨区增援，但这次花防部的 M60A3 和 CM21 做到了。他们咆哮着通过隧道全速开向南洋平原和苏澳港，这不仅是机动性的展示，更是一个极强的战略信号，即东部不再是被孤立的后方，而是可以随时反杀的前线。我知道我说这话肯定有人不服，说 M60A3 8吨坦克是美军上世纪90年代就退役的2代老坦克，在现代战场纯纯的活靶子。兄弟，你说的没错，但那是老款，台军现役的新款性能你知道吗？据悉，台湾目前保有约460辆 M60A3， 且中科院还搞了个性能提升计划，将该坦克的性能又拔高到了一个新的顶点。首先，中科院为了保证 M60A3 适应滩岸决胜的后勤惯性，它依然保留了经典的105公里线膛炮。同时，中科院联手意大利莱奥纳多集团，给它塞进了全新的数字化视控系统和全电力炮控系统。但最牛的地方还是它换装了第3代红外线热影像仪，
简单的说，就是以前夜战看上去是一片高湖黑白，现在则直接开挂，变成了高清夜视全彩打地鼠。其次 ，M60A3 还升级了3代坦克才有的猎歼能力。以前打坦克是发现目标、停下、瞄准、开火，现在是车长搜寻下一个倒霉蛋的同时，射手已经把当前目标轰飞了。在近期的实弹测试中，这台魔改老兵交出了首发命中、发命中的恐怖成绩单。随后，中科院还给他加装了新型焊接式装甲，防护力瞬间提升了一个档次。虽然它比不上最新的 M1A2T， 但在面对滩头登陆的轻装甲车时，105公里炮完全就是降维打击。只要你的炮弹能准时、精准地钻进敌人的脑门，你就是真正的战神。总之，在这次操演中 ，M60A3 不仅跑得快，还展现了恐怖的后勤配合。在彭岛第一作战区的侧天岛，夜间防卫演练同步展开，战车一令进驻掩体，火力配置精准到位。而在文奥弹药库，官兵们正在疯狂整备第5类补给品，也就是弹药。我此前一直强调，决定火力持续性的不是炮管的粗细，而是后勤整备的速度。官兵们利用堆高机进行弹药打板、调处和装载，那种快节奏的后勤支撑才是让 M60A3 能持续咆哮的底气。按照我的推测，台军的战法应该是 M1A2T 负责最硬的正面突击，而遍布全岛的魔改 M60A3 则负责封锁每一个可能的滩头。说到这里，大家可能会问，坦克和飞弹确实很猛，但是如果敌方的特工渗透进来，或者在河口发动奇袭怎么办？别担心，这次操演连这种细节都考虑到了，而且部署更加丧心病狂。5天4夜的操演，在进入第3天时，整个台湾就已经变成了一个全副武装的钢铁刺猬。在第5作战区，也就是中部地区，陆军58炮指部的重型火力已经进入了战术阵地。整个操演进入了军事老炮最爽的环节，大口径、多管连装、洗地流覆盖。台军海马斯和雷霆2000多管火箭系统这2大杀器同时亮相。海马斯不用我多说了，在乌克兰战场上已经把它封神了，那是真正的外科手术式点名。而雷霆2000则是中科院自研的集大成者，它那种密集的洗地式覆盖简直就是滩头船团的噩梦。官兵们在演习中反复模拟接战程序，展现的是一种短时间内完成部署并火力全开的能力。在战术安排上，海马斯负责源头打击，在敌人还没靠近岸边时就把指挥所或集结地敲掉。雷霆2000则负责滩头清场，用密集的火箭弹幕把任何敢踏上沙滩的目标化为灰烬。与此同时，在淡水河口这个关键的战略咽喉，53工兵群正开着 M3 机动浮门桥车在河面上忙碌。他们布下的不只是渔网，还有油桶爆破平台和重层阻绝设施。这就是在告诉对手，这里是死路一条，你敢突入，我就敢让你在河面上变成火球。甚至在城市内部，宪兵卫戍部队也在演练反特工渗透和警察机关通联，确保每一寸土地都没有死角。当然，想要100%发挥战力，一些现实情况还是要克服的。比如苏花改的南澳到东澳段，那里的山路确实狭窄，对重型装甲车辆的机动提出了极高的要求。未来如何在战火中保证这些交通面脉的畅通，是我们需要持续关注的要点。节目最后看完整场立即备战操演，我最感动的其实不是那些强力火炮，而是那对564旅的兄弟党。哥哥江念恩负责修车，弟弟江宏恩持枪警戒，这种保卫家园的情感才是最硬的防线。他们守护的是自己的家，是自己的亲人，这比任何宏大叙事都更有力量。有这样的热血官兵，配合上中科院那些逆天的极音速黑科技，再加上105公里、155公里大炮的绝对火力，现在的台湾早就不是那个可以被轻易威胁的岛屿了。天宫3型的极音化拦截， M60A3 的数字化觉醒，海马斯的远火覆盖，再加上严丝合缝的后勤补给，这一切组合在一起，就是我们作为粉丝最想看到的强大的自研能力。今天的视频到此结束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